誰說台大了不能來越南跑業務？奇怪了。傳統產業它不需要反應靈敏的高材生，傳統產業需要的是牛，它需要的是苦幹實幹、能任勞任怨的幹部。大概再貸了300多萬啊，然後再跟2個朋友私人借貸啊。哇，周董，这是我的国中同学 ，Hello， 在這邊混日子混了這麼好，打工仔。坤宇是我國中補習班同學，我對他的印象就是那種超級聰明，然後反應超快，每次在補習班考試，他幾乎都是最高分的那一個。大概坤宇每次被打1-2下，我都要再乘以10，至少都是10、20下起跳。怎麼會淪落至此呢？對，你怎麼會淪落到這裡？怎麼會淪落到來越南當台勞呢？台大畢業後，我一直以為他理所當然會到歐美留學發展，然後可能出現在某個大樓當着老闆，但後來他卻選了一條誰都沒有想到的路。其實沒有多想什麼啊，當初就是抱着試試看的心態。OK 啊，當然每個人因為家庭狀況哈、經濟壓力哈，那會做出不一樣的決定嘛。是啊，那當下有收到這種訊息，沒有人會願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舉目無親啊，就是為了五斗米折腰啊。但是當你真的需要錢的時候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。那你這邊真的有這麼差嗎？你這樣講？不會啊，不差啊，我不就待了就待了快10年嘛，對不對？不差啊，我認為這裡是還蠻，不論是飲食啦，還是文化啦，台灣人應該會蠻適應的。印象中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台灣最常講就是 22K， 又是一個社會新鮮人，超級難找到不錯的 offer。新鮮人就是看學歷跟看專業嘛，對不對？畢竟森林系在台灣是冷門科系，轉行去做其他學系不相干的這個工作也是很正常的。OK， 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OK，我要的就是盡快能這個跟社會接軌啊，講白了就是要錢吶。對，講白了就是要錢吶。為了生存，這名邏輯最嚴密的高材生，精算出了一個最有利的戰場。2015年，當時中國大陸薪水連年上漲，許多勞工密集的產業開始出現集體撤離潮，大舉到越南。坤宇也成了這波浪潮裡的一員。其實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嘛，來試試看，那真的就算不行不適應，做個2年，存了一點錢，再回去台灣，那我也才25、26歲，對，那至少我也體驗到了，也存到一點錢了，所以不吃虧啦。是，那你在這邊是做什麼？目前在跑鞋廠的業務，賣東西賣膠水給鞋廠。如今他定居在越南最大的工業中心平陽。他原本該在大自然裡研究樹木，最後命運卻帶着他到這片化學森林扎了根。這座森林不長樹，長的是機會。我會帶一起過去看吧。這是我們這組啥哈？每個點開燒。這啥啊？只是很熱而已。很熱啊，超熱，裡面更熱。為什麼你們也會講中文？在這邊學，有客人來，然後跟我們說，然後我們慢慢學。跟客人就可以學中文了？是，有老闆有教一點。你們是做台式早餐的？是啊。你們有吃過嗎？有。你們習慣了，對啊。這邊有越南是有很多日本人，對啊。辛苦了。謝謝你。至少40度吧。我每天吃麵包，吃越南麵包，吃河粉，我已經吃膩了。有吃到台灣的感覺，有台灣味。你可能會好奇，為什麼這裡有間台式早餐店？平陽是全越南外商投資最密集的工業據點，
也是數萬名華人跨海打拼的中心。許多華人在下班或休息時間都會跑到這裡尋找自己的精神糧食。這也是我目前在海外看過最完整的家鄉味。這裡竟然有八寶粥哎！那你這樣子一周吃幾天？應該50-50吧。還有賣檳榔？對啊，檳榔。啊，太難了！我靠，冷一年的包牛。高空冷啊。我以為就是在唐人街，但是其實還是說中文的也是蠻少的。哎呀，這邊會說中文啊？啊，會說中文嗎？55000，哎呦哎呦！畢竟客人是以中文的客群為主。不過5家紅茶冰很多越南人在喝啊。你看我们剛剛這樣子點完一杯2萬多越盾，對，跟其他台灣生產茶比起來，大概是半價。是，所以也比較容易被越南人接受。但是中國的蜜雪冰城一樣啊，也是很便宜啊。但是差不多都是科技與狠活啦。沒錯。對啊，想不到在越南也可以吃胖老爹配5家紅茶哦。只能說當一個台幹不簡單。接下電話。好 ，OK。那麼羅燕，你下週呢？今天放假還是要忙着回客戶。周董就是不一樣，無時無刻都有大生意要談。我覺得你至少20%的時間都要在看你的訊息。工作做到最後都是責任制的，請人家也沒有用。對，事情該處理還是要處理。你們在這邊做的應該都是蠻大的幹部吧？騙假，蠻大的幹部。公司少了任何一個人，我們這些小螺絲都能正常運轉。你說你今天請假吧？禮拜6請假？對啊。那為什麼你們禮拜6都要上班？因為政府規定1周就是工作6天吶、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外派薪水要加薪的原因啊。不單單只是因為離鄉背景，連工作時數也加長了。越南這邊節假日又少，一直到目前為止還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國家能比過越南。在越南生根將近10年的他，腳步確實比同齡人走得更快，至少比我這個居無定所的拍片仔來說，他已經在這裡買下了屬於自己的別墅了。按照先前我買的時候的台幣換算的話，大概是台幣500萬，存了100多萬嘛，然後再回台灣貸款。之所以坤宇會選擇在台灣貸款，是因為在越南的房貸利率高達10%，為了省下這筆驚人的利息，坤宇只能選擇回台灣籌錢，甚至還找了他的朋友私人借貸，最後才終於湊齊了這500萬。終於完成這個人生一件大事，是但是也就等同於簽下賣身契開始了這個牛馬還債之旅。坤宇用這500萬在平陽買下了台灣買不起的別墅人生，但坤宇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那些附隨而來的代價。我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，它本來沒有這個柵欄，後面太多鄰居啊、小孩啊什麼的會自己跑到我們家裡面去，所以我們就加裝了這個柵欄。你不想被他們打擾是不是？沒錯。為什麼？沒錯，太冒昧了。對，我們好像台灣不會這樣。對呀，跑到你家裡面呢，不是說什麼跑到你家門口，跑到你家裡面呢。越南的風土民情就是這樣子，就大家都是朋友，鄰居也是朋友。這真的是只有在越南才能看到現象，摩托車在客廳。哎，等一下，為什麼你會把機車停到這裡啊？因為如果機車不停在家裡面的話，停外面會被偷走啊。真假的？所有越南人的家車子都會牽到家裡面。你剛剛坐車一路過來，你有看到外面有停摩托車嗎？沒有，完全沒有。對啊，所有人的車子都停在家裡面啊。半夜我在睡覺，在樓上睡覺嘛，然後我聽到狗叫，它一直叫嘛，然後我好奇，我嚇一跳，然後起來，然後下來就看到了他們在門口已經在割那個鎖了。所以你們現在全部都放裡面？對。這樣不會很佔空間嗎？沒辦法，如果去哪裡也要提出去，然後晚上要提進來。大家快看，
他們家裡有3台的，這全都是電動車嗎？对。這邊你覺得這邊治安算好嗎？哪裡都不也一樣啊，沒有哪裡好還是不好啊。哇，我这是在越南鄉下，也都是聽到就是這種粵式的 style 的歌。唱卡拉 OK 的時候，就是要讓你的鄰居也欣賞你的歌喉。你很常唱卡拉 OK？很常。如果是在台灣，都被檢舉制造噪音了。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在這裡買房有什麼條件？哦，外國人是没辦法買房的。外國人在越南只能投資就是公寓的那種建案，而且是50年的使用權。公寓對越南人也是50年的。所以這間房子是掛在我老婆的名下。哦。所以哪天我表現不好，我就被踢出去了，我就淨身出戶了。那老婆她現在表現怎麼樣？很好。很好，謝謝，很好，謝謝。你們小孩子就睡這裡？媽媽跟小孩子睡這邊。你們2個睡這裡？沒有，全部家人睡這裡。越南人喜歡躺在地板。直接睡在地板上？對。不要亂吃。越南人很喜歡人睡在地板。是硬的呢，它這邊沒有鋪任何東西耶。沒問題。然後這間是主臥。現在就是你在睡。對呀。小孩出生之後就暫時分房睡了。是。哎，对，現在就是主要都是媽媽在陪小孩睡。嗯。對呀。好，這邊是我們家進來玄關的客廳。哦，那這個怎麼說呢？为了理解這個混亂的由來，我們必須回到2年前的起點。對啦，這邊是岳母大人在平陽的租屋處。其實我老婆在跟我認識以前，她也住在這邊。這個也算是我老婆的老家之一吧。對，其實媽媽幾天前還住在我們家裡，她喜歡這邊住，那邊住這樣子。哎，對。所以現在我們要走進來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棟很深的一層的房屋。對。門口的話，它一定會就是說隔的最大間，越南人都會租來做店面。門前是熱鬧的街頭，而門的後方就是越南人最真實生活的樣貌。這種房被稱為管屋，源自於早期政府按門寬課稅的政策。在土地有限、人口密集的城市裡，越南人找到一套獨特生存的哲學，把最寬、最好的位置留給店面做生意。同時把最私密的家人時光藏進那極深極窄的長廊盡頭。前面的店面一戶之外，光是深度它就隔了9個房間，因為它窄長嘛，它的深度可能有20到30米左右。對，那它一間的寬度呢，它只要切4米，它就可以隔出很多的隔間，然後來這樣子來出租來收租。所以就是一個人口最大效益化，然後也可以這些租房客賺錢。就是富者恆富。對，那就是其實一進來就看到全貌了這樣子。那通常呢，他們會隔一個小小的樓中樓，那樓上通常就是睡覺的地方，哦，那樓下就是一般的生活區，然後跟廁所，還有一個小廚房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他們這邊的習慣也是一家人，可能甚至到3代，很多人就是說會窩在這個小小的這個空間裡面這樣子。如果是3代的話，那至少有6、7個人。那這個沒有問題。他們對於這麼多人生活在這麼小空間裡面，他們也很習慣。這是什麼？不是啊，這個就是洗碗的地方。洗碗的地方啊。哦，所以這邊他們算是他們沒有琉璃台，這種沒有空間做琉璃台。對啦，這邊確實，這就是灶台，然後跟洗碗的地方。然後這個就是廁所。是。一般的家庭也是沒有洗衣機的。是。對，一般的家庭是沒有這個熱水器，沒有連風頭的。冬天這邊會很冷嗎？冬天南越這裡還不會很冷，南越這裡還算可以，所以洗冷水澡也還算過得去啦。不像我們台灣這麼嬌生慣養。對啊。必須要洗熱水澡。太幸福了。對，必須要吹冷氣，沒有受不了。
可以看到說，其實這裡面你是沒有冷氣的。Hello， 我覺得坤宇賺到了，怎麼生了這麼可愛的小孩？那我生的當然可愛啊！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沒聽過拍頂出口順嗎？你會說中文嗎？還是你會說越南文？我覺得越南小孩的一個天生的能力就是不怕生。如果來家裡面玩的客人多了，他就不怕生了啊。你們家現在住幾個人啊？包括他還是6個。哦，6個 ，OK。那你的姐姐？沒有，姐姐沒有住在這邊，她來過來玩而已。哦，等一下，這樣子不是才4個嗎？還有2個我的外孫。哇，那你們現在就是一個大家庭啊！你會覺得他們這邊大家庭的氣氛會比較重嗎？因為我们覺得在台灣基本上現在大部分都是小家庭啊，但我覺得越南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。如果是一個全部都是越南人的家庭，那可能就像你講的，這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。是，但是畢竟我是一個外國人啊，我是一個習慣於小家庭的外國人。是啊，所以對於這麼多人在一起住在家裡面這件事情，啊，我跟我老婆是有不同的想法的。對，可以分享嗎？這個，我可以分享給你，但是這個東西我不建議你錄成影片。好 ，OK。這部影片是我跟老同學坤宇的一段誠實對話。越南對他來說是生存的戰場，也是家的避風港。我們看到的混亂是真的，其中的重量也是真的。坤宇原本以為買下這棟方正格局的別墅，就能守住他的秩序，但他沒算到的是，當這份台灣式的隱私遇上越南式的大家庭，這道牆就塌了。我們剛剛有稍微討論一下，就是剛剛不能講的話題，但是我認真覺得這件事情很值得去討論。我其實在這幾天我去了越南的鄉下，然後住了1個多禮拜。就2年而已呢，2年他就。2年了。來就來。來可以搞嘢炒啊！我來搞㗎。就是越南很包容的家庭，就是大家的生活共同一起來維持的。他每個禮拜都過來嗎？沒有，他有空就過來玩。來串門子。他來呀，他要幫忙打掃了。哦。為什麼他來幫你打掃？就是他看都喜歡就打掃嘛。哦。就是空間那分布，就除了睡覺房間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基本都很模糊。Tôi lập ra chỗ khác để không thấy à? Quay bình thường. Không, xô nha. Đi thẻ nha. Đi thẻ nha. Ồ. Cảm ơn. Đưa lại đi. 回去台灣，台灣先你來這邊做。真的啊？是啊。出去幹，跟男生。呀。你們感情這麼好？沒有，互相。人家有點該cười嘅。他想笑就笑，沒有什麼原因。那你現在就在這邊當家庭主婦？對。你覺得會很辛苦嗎？也沒有很辛苦啊，我沒有壓力。沒有壓力？沒有壓力。我第一次聽到家庭主婦有說沒有壓力的，為什麼？等下在台灣我聽到每個說，哦累得要死，為什麼？因為老公的問題啊。
他沒有給我壓力啊，我自己要煮飯就可以啊，不煮飯也可以啊，他也沒有給我壓力。好男人哎，就是一個好老公，還要什麼舉例？我們要體諒老婆生小孩、帶小孩很辛苦。剛開始我以為他不習慣的是這份擁擠，但後來我才發現我錯了。坤宇其實喜歡這份人多又熱鬧的溫度，但是他真正在乎的是，而是這道牆裡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承擔。其實如果有待過越南的人，也大概都會聽說過這種事情啊。如果你娶了越南老婆，又有還可以的經濟實力的時候，那他們就會攜家帶眷的住到你家裡面來。那這樣子講，有失公平啊，畢竟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太一樣，所以這個跟我們尤其是在台灣的小家庭長大的一樣啊，那就會非常大的一個認知的一個不同啦。我太太，那她就是比較傳統的越南觀念啊，她認為我們如果有能力的話，好，那我們就應該多幫幫，就是說家裡面親戚的這些人。越南大家庭的包容性，跟我們台灣人的這種傳統不要麻煩別人的傳統觀念是啊，那就是一個需要化解的矛盾。我老婆也在嘗試改變，我也試着要去習慣這件事情啊。他們現在之所以能這麼樂天，能這麼舒適，那也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感受到生活的壓力。我們講說，為了他們的未來跟後面的獨立性，這個也是事實。是的啊，而不是单純的因為看不慣啊而去做這些要求。畢竟人都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啊。那對於我們長輩而言，我們也不能只是養而不教。啊，養而不教是最可怕的啊。這樣子，你的未來這些晚輩、這些小孩啊，他不會感激你，他會恨你。對，所以家庭中不可能沒有矛盾的。台灣人跟越南人家庭啊結合的這個矛盾，在這點就是尤其是最明顯的。其實我們都跟坤宇一樣，帶着自己生長環境的邏輯去跟這個世界碰撞。坤宇對抗的從來不是越南的秩序，而是他大腦裡裝了20幾年的邏輯。他在對抗那些他曾經視為真理的道理。你說台灣誰會把自己家裡面的屋頂塗這個金漆，弄成這個樣子？這就是我說的越南的 style 嘛，土豪金。越南的小孩非常的好客啊，那不是好客，他們是非常的好奇。你有沒有嚇到？就是越南人他們竟然可以這樣睡在地板上？我已經習慣了。越南交通這樣算正常嗎？正常。如果不塞的話40分鐘，塞車的話要開到2個小時。道路規劃跟他們的交通就很差嘛。停外面會被偷啊，所以你要講thì叫號我們會去抱怨，會有偏見，會縮回自己那個舒適圈。這不優雅，但這就是最誠實的生存。我很欣賞坤宇的一點就是，他心裡有追求的東西，讓他願意在崩潰的邊緣繼續跳脫舒適圈。傳統產業它不需要反應靈敏的高材生，光把事情做好沒有用，往往做人是比做事還要重要。很多年輕人來這邊為什麼會不適應？當然就是一是工作上的壓力，然後生活上的不習慣，你的薪水又不足以撫慰你受傷的幼小的心靈，10個能存活1個已經是很高的數字了。是。那如果你不能融入當地生活呢？你終究只是一個來越南工作的一個過客。你剛來這邊有沒有考學校？有啊，當然啊。但是來陣子之後你就熟練了。他還教我越文。主2個字是什麼字？主日。主日是哪一天？就禮拜天。主的日子是哪一天？就是禮拜天。對啊。所以他們這邊的星期日就叫做主日。你知道嗎？我不知道啊。你邻居很常唱啊，很長。我還沒。我蠻佩服你們在这边生活的。有什麼辦法？入境隨俗唄。吊床還可以取代這個搖籃的功能。好，我害怕感應。我害怕那個是南越講法。胡志明還有一個小故事，胡志明是越共嘛，所以當初胡志明在中國的時候，還有被孫中山軟禁過。他其實不會吃啊。他現在什麼都會吃。加油！加油啊！你真的知道超多的。
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些有的沒的東西？啊，我這邊待10年了。那你自己這樣看，你這樣10年來，你会不会后悔吗？对啊，你会不会后悔？不会啦，不会后悔啦。这个畢竟真的啦，要在台灣有這樣子成家立業，自己買個房子不是說工作個幾年可以辦得到的。對啊。吊床很chill啊。你自己會做嗎？我在家不會躺。那你是在哪邊會躺？去咖啡廳啊。哦，咖啡廳才躺吊床，在家有沙發有床，躺吊床幹什麼？所以如果沙發跟吊床的話，你會選哪一個？我選吊床。那你果然是越南人。越南人不會躺吊床。我從小就躺吊床。那妹妹，你覺得你會選什麼？你會選吊床嗎？他都在吊床上睡午覺的。那我好奇，就是你們會怎麼樣看待他的教育？越南的教育跟台灣的、跟我們接受的填鴨教育差得很多啊。他們沒有這麼強烈的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的這個心態啊。相對於台灣人而言，他們的小孩是國民幸福感很高啊。But we don't have a summer homework. You don't have summer homework? No, no. 哇，他们没有暑假作业，他们没有暑假作业。當然不想要他接受填鴨教育啊，但是越南教育太過鬆弛，所以這個就是也要煩惱的地方。我在想說，到底什麼樣的教育就是好教育？當個快樂越南人不好嗎？對不對？當個快樂的越南人不好嗎？沒有不好啊。是啊，那為什麼一定要強迫他接受台灣教育嘞？對不對？地方哪裡 ？T 啊，有一個，那有一個。2023年，我問坤宇最大的轉變是什麼？他跟我說，在生活上看到越南不可思議的一面，還有想法上的不同。2年過去了，坤宇已經是一位丈夫，一位父親，是這個家最重要的經濟支柱。我還是一樣好奇同樣的問題。那你覺得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？在這越南的10年裡面，來越南的心境轉變就是你要適應他們這邊的人的鬆弛感嘛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你跟他急也沒有用嘛，他們就是這樣子啊。所以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原諒自己就是要讓，就是你才放得下。